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已经从陕西自驾来到了云南，这里是盐津县，是我来到云南的第一个县城。这个县城非常有特点，被众多网友评论说是云南最窄的县城，乃至也是中国最窄的县城。我网上查了一下资料，也看了一下视频，确实与众不同，所以今天就看一下。它主要就是说建在一个山谷当中，同时县城的建筑呢就是在河流的两侧。刚进入云南就是有一个体会，山非常多，而且都是高山，像很多马路都是修建山谷当中，旁边还有河流。大家可以看到旁边那个河流里面有很多石头，这个就是经常下雨被河水冲刷出来的。我最近都会在云南转一转，看一下云南的风光。现在我们是向最窄的县城盐津县进发，我们应该已经到他们县城。它这个是沿着河流两边兴建的，可以看到这些街道是非常窄，人行驶都是在马路上面，因为基本上是没有人行道。它这个地方也是分为老县城和新区，这里可能还相对来讲是宽敞一点，因为看房屋也是建了没多少年。在对面那里面还有更窄的地方，你看看这里就开始堵车。在这个盐津县堵车特别容易发生，尽管说时间不会太长，因为路小，一有车的话就不好走了。而且它这里还算是国道，有一些大货车往这里通行，这里都走得比较缓慢，因为随时随地都有行人在路上，所以一定要小心翼翼地行驶。现在已经到了盐津县城这里，大家看一下奇不奇特，这个房屋下面是镂空的，就靠一些柱子支撑，这一排都是。这个就是现代房屋的吊脚楼。我们在山区里面看到木头是吊脚楼，它为什么会修成吊脚楼呢？是一个坡度，那么依山而建。那这里也是一样的，这个河边全是属于吊脚楼啊。而且大家看一下，密密麻麻的，空隙很小。握手楼那个稍微高一点，挨着。基本上每栋房屋都挨着一起，在山脚下面，等于前后都是山。这个只是这个县城的冰山一角，大家敢住这些地方吗？如果是我，可能有点不习惯，老是会想着旁边就是山，特别是雨季的时候，这个就有点担心。因为本身这个盐津县好像也是属于地震带上面，以前还发生过地震，所以这些房屋建设起来应该抗震性挺强的。也可以这样说，这些房子全部是建在峡谷当中，住在这里还需要一定的勇气。盐津县属于云南省昭通下面的一个县城，被称为中国最窄县城。从画面中可以看到，整座城市位于峡谷之中，河道两侧都是悬崖绝壁，那些房子就是建在绝壁下面，最窄的地方可能不到30米。这里还有一个称呼，被称为一线城市。这里所说的一线城市，就是说一条道路，然后一条直线这样过去，被称为一线城市。盐津，那么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？盐是因为这个城市以前有盐井，能够产盐。津就是我们看到下面这有一条河流，那么以前生产盐了要运送出去，就有渡口。它这里相当于就是一个水路要道，故而就被称为盐津。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，盐津的老县城就只有一条主干道，相当于是一条道走到黑。尽管说被称为中国最窄的县城，但是大家不要小看它这里的历史非常悠久，在秦朝的时候就已经有记载了。当时从咸阳来到巴蜀地区以及云南是有一条道路，当时是叫做著名的无耻道。谁修建的？李冰、都江堰，大家应该听过，就是李冰修建的。而在这个连接着云南、四川的一条古道无耻道，也是李冰修建的。我们前段时间去了那个豆沙关，说那边有水运、高速公路、国道，还有铁路，最后就是那个无耻道，刚好是古今结合。在豆沙关还有一些无耻道的遗迹。没有想到这个地方
还有火车，刚好也有火车站，我们头顶就是铁路线路。在这里还有一个很好玩的说法，就是被很多人称呼中国唯一一个县城通了地铁的。为什么会这样说？大家可以看到，它这个铁路线路刚好就在我们头顶，然后呢穿越县城，这个是不是有点像地铁的一样子？所以说这个城市与众不同，中国最窄的城市、一线城市，还有通地铁的城市，这种说法都可以。我们现在去老县城走一走，这个县城由于比较窄，不好停车，所以在城外各个地方只要能停车的都塞满了车，挤满了车，桥下、路边，因为县城里面估计是停不下的。这边是一些单行道，可以明显的看到非常窄，碰到人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。如果有车过来，那些行人都要让，因为没有人行道，它基本上人车都是在马路上。刚刚这个车辆就有些过分了，这么窄还把车停靠在这里，所以在这些地方开车就要非常注意，注意行人，那行人也要注意车，而且非常多坡，感觉有点像重庆。我现在在这个县城绕来绕去，这里不能过大车，限高3.1米，所以大家如果开房车的话要注意。这里应该就是它的主街道，一条道走到黑，也是一条商业街。我在这边转了非常久，都没有看到停车场，大部分都是这样的。行人也是走在马路上面，因为边上他们也没法行走。这一现在的特点就是这个样子。大家见过这样的城市没有？这个县城我们就基本走完了，现在准备出去，因为这边不好开车，人太多。假如是你在这样的城市生活，习不习惯？看到我身后这里，这些房屋是不是感觉就是建在水面上，沿着马路一路都是这些房屋。这边也是比较奇特的，都是大的墩子在水里面。这里是去新县城的路上，它这边稍微宽敞一点，然后右边这边也是在打造休闲的观光带。